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7日上午的11点0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呢。那昨天晚间道指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涨幅达到 2.13%。这样的涨幅呢，原因是美国昨天公布了非农数据啊，昨天晚上公布非农数据呢是高于预期的，但是它是略高于预期啊。在前一天的公布的小非农数据当中啊，小非农数据是成倍增长的。原计划啊，原有的小非农预期呢是15万人，结果搞到了23万人，那么最终导致啊昨天的这个非农数据啊，大非农数据呢出现了增长啊，它是缓和的，因此呢，道指出现了一个2.3%的上涨。那这2.3%的上涨呢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行情当中，我们在15号这一天看到了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戒阴线啊，后面的行情呢是对下跌预期的一个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但是昨天的这根阳线呢，这根阳线啊突破了这个8戒阴线的这个实体范围，因此呢，我们管这根阳线啊，这根阳线叫做什么呢？叫做悟空阳线。那么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啊，美股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日线级别的上涨啊，最终出现一个新高。所以呢，在如此纠结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美股开始了一个巨幅的反弹，并且把这个下跌趋势扭转了过来。因此呢，目前判断美股正式的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 K 线动作那么行情什么时候看跌呢？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是看空头继续走，什么时候看空呢？直到8戒阴线重新复活之后我们才回到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么昨天的这根阳线呢是有意义的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突破了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平台和箱体，同时呢把我们之前的这个8戒阴线杀死了之后，行情在短时间内就会得到逆转。那么昨天晚间比特币受到美股上涨 2% 的影响呢做了一定的突破动作我们应该把这个时间级别敲到4小时时间级别上。在这个时间级别上有个非常关键的均线我经常说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那昨天晚上发动突破之后这个16800点就构成了当前行情当中的主要支撑。那我们知道美股上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周五晚间上行之后周六周日往往比特币也会有一定的反弹动作因为美股上涨的比较多所以呢比特币在这2天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动作。那么怎么做这个行情呢？我认为你应该把这个144均线，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均线作为多头方向的一个止损位然后顺应它的趋势去做它的动作在短时间内它会有一个顺着美股行情向上波动的这个预期。但是要说行情反没反转呢我不是嘴硬这个行情仍然没有出现反转原因就是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还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并且呢我们的 K 线本身也没有对这个2条重要的均线进行突破，那么布局空单的位置就没有发生改变第一个位置呢是在9月份波峰连线这里在17700美金这个波峰连线是不断下移的前面的一个点位呢是在18300这一天呢我当天给出了18300，这个是一个高点。那么随着这个波峰的下移，目前的点位是1770017700。那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均线系统和上轮行情波谷连线形成的位于19000美金的这个压力位。只有19000美金得以突破并且向2万美金冲刺的时候，行情才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本轮熊市第一轮的底部位置才能观察到。
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啊，走到这个17000美金附近，在日线级别上仍然是以空头为主要方向的啊，但是在短时间内会跟随美股做一个小幅的反弹啊，这是有机会的啊。这多空两方面啊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11月8日这一天走出了悟空阴线啊，走8阶阴线，9号这一天走8阶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空头方向的判断。在日线级别悟空阴线、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啊，日线级别就会走上层阴线和唐层阴线。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在周线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7号啊，11月7号这一天走出了标志性的下跌阴线啊，跌破了1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波谷的位置。那么现在呢，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正处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周线级别上，我们就有一个下跌西游的一个这样的下跌的一个预期，目标点位之前给的10500不变。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多头可能是短暂的反弹空头呢还是主要的方向这个还是不变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支持空头就是在底部这个波谷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底部位置上已经形成了位于16000美金的4次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大概率容易发生跌破。所以呢，这轮反弹年前的这轮反弹可能是比特币熊市当中最后的反弹可能是最后的反弹。所以呢，周末过后下周开始行情在反弹结束之后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出的17700美金到达之后，行情还有可能重新回归到它的下跌趋势。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它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目前是暂缓了但是经济下行的预期这个大雷依然存在在美股这里，虽然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8阶阴线被破坏掉了，但是我们看到大周期上周线级别的它的悟空阴线仍然存在这个悟空阴线没有被多头杀死的话，行情在这个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当中在这个8阶阴线势力范围当中，依然有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下行的这个大雷依然没有宣告结束的情况下，整体的对于比特币的行情在没有突破19000美金这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之前依然是看空的依然是看空的。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非常重要代表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涨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上方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这个阻力位是在0.075，这是由筹码密集区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阻力位。那么以太坊目前正在不断的接近这个阻力位附近，所以呢，以太坊未来可能会受到这个阻力位的影响出现一定的下行动作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本身的一个价格。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压力位这两个压力位呢，我们看是由以太坊高点487点形成之后波谷连线构成的。目前这条压力位呢，正在和我们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重合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以太坊上方的最重要的压力就是在1350美金附近那么行情走到这儿正在不断的接近这个压力位。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压力位呢是不断下行的，它的下行动作呢和均线和144均线做出了一个平行的下行动作，所以呢，我们的阻力位呢是不断下移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
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变盘的区域啊，那么行情正在不断的脱离这个变盘区域啊，正在逐渐的脱离这个变盘的区域，但是上方是有阻力位的，阻力位附近呢是埋伏空单的一个点位啊，如果发生突破，立刻止损啊。比如说这个位置在1350埋伏空单，我认为在1450就应该设置一个止损位啊，因为这里的压力是多重压力，是3重大山，分别有波峰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1440均线和1690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所以呢，这个位置呢是行情的3座大山。虽然在周末有可能发生反弹到达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呢是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原因是在前面的日线级别上，10月8日跟随比特币出现了悟空阴线，走出了8节阴线，当前属于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在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当中，如果发生一定的反弹到达阻力位是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时机。一定要注意的一点TRX 和 HT 出现了一个暴雷动作HT 2天的跌幅超过20%，TRX 也达到了11%。我们看一下火腿和 TRX 火腿目前出现了一点反弹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但是它的反弹呢是超跌反弹。那 TRX 呢目前的走势我们看注意看这个周线级别的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踩了最多的点位踩了 K 线当中实际发生的最多点位，构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非常类似于18年比特币的行情。我们看18年的比特币往回走，18年的比特币就出现了这种结构，在10月中旬依然在$630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是看多的因为这个底部运行很久了，并且均线都出现粘合了，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发生突破的。但是最终在这个结构的影响下，在接近焦点位附近出现了跌破，并且走出了一个腰斩动作。所以呢 TRX 目前面临的就是这个结构，三角形接近焦点位置，如果不发动突破的话，必然出现下跌动作，并且这个下跌呢有可能是一个腰斩，也就是说目前 TRX 的目标位可能会在 0.025并且 0.025 是一个好的抄底的位置那对比来说，火腿也是孙玉晨的币种那么现在$4左右，我认为跌到$2是一个好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昨天根据数据来看币安已经占有90%以上的比特币成交量，所以呢，火腿在这个市场上现货它的市场份额并不多因此呢，对于火腿的估值也应该进一步下降包括很多山寨交易所Gate 之类的大幅裁员然后成交量非常低迷他们的估值呢也应该随之下降。但是这些币种包括 TRX 在暴跌之后，我认为你可以做它的抄底做它的浪子回头，毕竟前车之鉴在这摆着呢。FTT 之前我们做了一轮浪子回头的一个抄底动作然后还有这个Luna C 也做了一些。那么目前 Luna C 和 FTT 它的流动性还非常好，特别是我们关注的 Luna C 在最近的一些交易日当中就是在比特币横盘的过程当中，往往做出了一些表现。然后我们看一下 Luna C 目前在15分钟级别上做出了一个突破动作周末可以做多 Luna C， 原因是在15分钟级别上50均线和10日均线这两条均线作为操作线突破了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是15分钟级别的。15分钟级别开始突破之后，可以把止损位设置在 0.00015 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这两个1440均线1690均线这个支撑的这个位置设置在这里之后，如果继续发生上涨因为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上涨，比特币出现上涨，这是一个多头的信号短期多头信号可以做一下。15分钟级别发生突破之后
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小线级别上，我们上不能看到阻力位在哪儿，那就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目前也是有支撑的啊，在这个15这个支撑上。然后，那我们就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上方的阻力位是在0.00019附近，所以呢，19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目标位啊，是我们的目标位啊。在行情当中啊，你通过不断的切换时间级别啊，就会把这个平面的2维的思维转换成3维的思维，更好的能够在行情当中找到止盈止损的位置，更好的找到介入的位置啊，最终呢能获得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一个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